7月6号在南京特种刑事法庭，你对方某敖的怀疑是对的。来北平以后对崔中实的怀疑也是对的。共产党周恩来经营多年，在党国的各个要害部门都安插了他们的人，对此党通局一直在严密关注，在秘密调查。由于取证艰难，所以在审讯方某敖的时候，我才当他的辩护人，为他辩护。这也是为了进一步搜取情报、搜取证据。我到北平来绝不是为了什么党产，核心任务是要找出潜伏在中央银行内的共产党。党费没有钱，军费没有钱，政府开支、民生教育都要指着中央银行。可中央银行北平分行的账却被共产党掌握着。崔中实是已经死了，但谢培东还在。他是周恩来精心布的棋，一日不挖出来，势必将成为平津地区币制改革，乃至在华北跟共军决战的心腹大患。至于刚才那个梁经纶，他绝不是什么真正的共产党，也绝不是什么真正的国民党。他口口声声只提先总理，只提经国局长，只字不提总统，这就是在分裂党国，在尖犁骨肉。一旦有可能，他就会利用何其仓、司徒雷登和美国的一切关系，反对总统。至于那个方某敖，我只想提醒一句：绝不能让他驾着国军的飞机飞到共产党的解放区去。兄弟细语强，外语其如。曾督察，在。坚决反腐，不要忘记坚决反共。我没有什么可传达的了，我只是想问一下，对方孟敖怎么处理？对刚才梁经纶的言论，你怎么看？请指公指示。不敢，还是向经国局长汇报，听经国局长的指示吧。是。感谢总统信任，感谢职工关照。都是江西的老乡，不要说客套话了。共克时艰，不用送了。王副官，到。
长官，警卫司令部电话说是方行长的夫人和何校长的女儿想见方大队长，但是未经徐主任的批准，不敢同意，跟方副局长发生了冲突。没有什么徐主任了。回电话，没有南京的同意，任何人都不得见方梦敖。是。等等。把这份记录立刻电发建峰同志。是。人家是国防部、中央党部，还有什么警备司令部，他们真会按那什么法如我们的愿？还有你那个愣头青的儿子，他愿意吗？所以啊，我才请你给司徒雷登大使打个电话。我从不为自己的私事找司徒雷登。我也是没办法。金伦，哎，先生，方行长，见到曾可达了？我刚才见到曾可达了。我小时候，我爸爸就跟我说过，要藏得住话。一个人知道的事情，不要让第二个人知道；两个人知道的事情，别让第三个人知道。我长大了，才知道这句话的意思。你就先跟方经理说一说，我得上去休息一会儿，我头也快炸了。可达同志吗？是我，建峰同志。那封电报怎么回事？谁的言论？是梁经纶同志的谈话记录。什么谈话记录？跟谁的谈话记录？跟徐铁英的谈话记录，我也在场。你为什么不阻止？报告建峰同志，陈芳主任来了。哪个陈芳主任？总统府4组，陈芳主任。陈主任来，你是不方便向我报告，还是没有时间向我报告？事先没有任何通知，陈主任是突然来的，向我和徐铁英传达总统的训示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梁经纶同志因为方梦敖同志被逮捕的事情，突然冲了进来，门卫拦不住。陈芳主任不便见他，就避在了里面房间。梁经纶同志情绪十分激动，我无法制止。徐铁英记录了他们的谈话，我也只好记录。徐铁英的记录被陈主任拿走了。是。陈主任什么看法？陈主任没有直接谈看法，只是问我，金国局长对梁经纶这个人是怎么评价的。我回答，金国局长对梁经纶同志的评价是人才难得。陈主任只说了一句：“向金国局长汇报，
听金国局长指示。上海这边的会议还在进行，用最短的时间将你对梁经纶同志这番言论的看法，还要对方梦敖怎么处理，讲具体建议。方行长，刚才我先生教我的话，我能不能这样理解？我今天同您说的话，您不会跟第二个人说。同样，您跟我说的这些话，我也不能跟第二个人讲。你能够这样领悟，我们便可谈下去。好，那接下来我就把我该说的都告诉给您，不该说的我也不会向您提，不是为了隐瞒，因为我说了于事无补。您能理解？请说。国库里没有钱，老百姓也没有钱，钱在少数人的手里，他们不可能牺牲自己的利益去支持什么币制改革。最多2个月，币制改革就会宣告失败。这一点你清楚，我清楚，我先生也清楚。您卷进来，是因为您是北平分行的行长；我卷进来，是因为我是国防部预备干部局的人。我先生也卷了进来，是因为他可以通过司徒雷登大使争取到美国的援助。最不应该卷进来的，就是孟敖。他不懂得政治，也不懂得经济，不应该再被利用。被谁利用？国民党，还有共产党。你能不能说具体一点？我不说您应该知道。你不说我未必知道。利用他的国民党很清楚，预备干部局，蒋经国先生。共产党以前是崔副主任，现在是谢沛东乡里。有水吗？任何时间、任何地点、任何事情，都要以总统的意见为最后意见。也许我在上海搞币制改革，总统不愿意让我分心；也许你在北平的工作让总统放心。陈秘书亲自见你，都代表了总统对你的信任。建峰同志，不要打断我的看法。是。刚才你的建议，无论是否已经跟陈主任讲了，我都同意。方孟敖触犯陆海空军条例，应移请航空委员会交特种刑事法庭审判。梁经纶发布分裂党国的言论，应立即立案调查他的真实背景。如果方不停因此不配合币制改革，即请央行撤掉他北平分行经理的职务。如何其昌因此影响美国援助，我们就不要美国的援助。建峰同志，我的建议不是这个意思。币制改革还有孔雀东南飞行动，不要再提孔雀东南飞行动。以国防部调查组的名义，把你刚才的建议写成书面报告。今晚9点前电发总统府第4组，叫陈主任传承总统裁决。王副官，长官，长官，准备记录。我要起草一份紧急文件。是。
直如弦，思刀边，曲如钩，反封侯。这是出自哪个典故啊？报告长官，这好像是出自《后汉书》。谁说的？属下随后就去查。不用查了，准备记录吧。是。我再问你一件事，你如实告诉我，以我和你先生的力量，可以安排你出国。请问，木兰是不是死了？是。10号那天晚上，木兰的爹要你都在演戏给我们看。是。你告诉我，杀害木兰的是蒋经国，还是陈国夫、陈立夫？他们都不会下这样的命令。杀害木兰的是徐铁英。徐铁英算什么东西？你告诉我他背后的人。没有具体的人。要说背后就是党通局，还有中央党部。我召开一个中外记者会，你愿不愿意作证？我愿意，但是谢乡里不会同意您这么做。他自己的女儿，居然瞒了我20年，自己的女儿被杀了，还要瞒我。我是真搞不明白，你们这些国民党还有共产党都在想什么呀？国民党还有那个徐铁英，为什么没有抓木兰的爹？没有证据。相反，他们贪腐的证据在谢乡里手里。那孟敖知道他姑爹的身份吗？应该知道。他姑爹是不是就是方孟敖在共产党的上级？党通局和预备干部局也想确认这一点。那我只有去问他本人了。
问谁？孟敖还是谢乡里？是啊，谁也不会告诉我的。你今天跟我说了实话，我也会跟你说实话的。我和你先生啊，都商量过了，请他去找司徒雷登大使，再请司徒雷登大使去找蒋介石，开除方孟浩的军籍，然后我会安排他出国。你说蒋经国会不会阻挡啊？就算蒋经国先生不阻拦，另外一个人不同意，孟敖还是走不了。他姑爹周恩来，谢乡里如果是共产党，也是周恩来直接领导的共产党。孟敖如果是共产党，那就是周恩来指示发展的特别党员。这两个人有一个人不同意，孟敖走不了，也不会走。您要想让孟敖离开，就得看您跟谢乡里怎么谈了。我知道了。我希望今天的谈话不要叫第三个人知道。你如果真想出去，我和你的先生都会帮忙的。您放心，不会有第三个人知道。我只有一个希望，小玉跟孟敖一起出国去。方叔叔，见到孟敖了吗？没有，没有南京方面的命令不让见。没和你程毅在一起。程毅回去了，他好像情绪不太好。让你费心了。去送送。在北平分行，在这个家里，我什么事能够做主？木兰确实是跟着一群学生去了房山方向。回来了，你不是到西山监狱坐牢去了吗？你还回来做什么？孟敖倒是被抓起来了，你为什么什么事情都瞒着我？家里说吧。
这不是我家，我家在小院儿。那谁是新的局长？是曾可达，通知了，叫我和所有人都在局里等他。你听好了，他来了以后，提到你大哥，提到谢乡里，什么都不要说，也不要再打电话。知道了，父亲。是薛主任吧？谢乡里回来没有？对，是我叫他回来的。今晚我们在这里和央行对接，银行那边你负责。通知全体加班，按行政院经济管制委员会的方案，所有账户全部冻结。是，方行长，你放心。我也没吃饭呢。吃饭吗？看着谢培东站在那里吃饭孤独的身影，方不停陡然想起，老婆死了，女儿也死了。这个妹夫，这个共产党，到底是什么人？行长，为了救我，你去了西山监狱。
孟敖假期上天，小李都告诉我了。吃完饭咱们慢慢谈。你就不怕徐铁英再来抓你啊？徐铁英已经撤职了，要抓我也不是他。谁告诉你的？你们不都怀疑我是共产党吗？当今天下哪有共产党不知道的事儿？8月12号，你去找木兰，也是大雨。是。1928年11月1号，中央银行在上海成立。11月5号，你就抱着木兰来找我。那天好像也下着大雨。是。20年了，我和你风雨同舟，什么话都跟你说，什么事都跟你商量。现在你只回答我一个“是”字，你要我怎么回答你？有一句话我一直想问你，今天我必须问了。你问。我妹妹是不是也参加了共产党？你也是共产党，你们才结的婚。这个问题，国民党党通局、保密局也想知道。今天上午在金库，徐铁英就一直在追问我，甚至问到了在重庆，我见没见过周恩来？你怎么回答？重庆8年。行长比他们都清楚，我从来没见过周恩来。我是不是共产党？你妹妹是不是共产党？都不应该由行长来问。好，你不愿意说，我就不问了。我现在只想救我的儿子。孟敖驾机起飞是我的主意，我希望他们起诉孟敖，结果是开除军纪。开除了军纪，我正好安排他出国。不愿意看到这个结果的只有2个人，一个是蒋经国，还有一个人。这个人就是周恩来。我只希望蒋经国先生、周恩来先生知道我的意思。孟敖没有那么大的作用，开除了军纪，
希望他们都能放过他。我知道了，我去了，行长。你去哪里？曾可达应该到警察局了。我是不是共产党？请求他们立刻立案调查，同时转达方行长的意见，让他们尽快起诉孟敖。雨太大了，小一点再去吧。赵木兰那天，雨比现在还大。我去叫小李。你在干什么？谁让你进来的？行长，夫人要换洗的衣服，叫我送去。你一直在我隔壁办公室的房间？是，夫人告诉我衣服放在哪儿，叫我拿。夫人交代了，不要惊动行长。这个家里我还能信谁呀？那就谁也不要相信。先送我去警察局，然后再给夫人送衣服。是行长。衣服不用送，送我到了警察局，你就把夫人接回去，就说是我说的。好，走吧。以后任何事情都要先报告行长，这个家里他说了算。知道了。是不是走错路了？听说那条路倒了电线杆。听谁说？夫人怎么会给你打这个电话，让你到她卧室里去拿衣服？谢老，我所说的这些，是北平地下党的决定。我希望谢老能够坚决执行。我是1927年4·12事变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共产党员。我原来的身份只对周副主席负责，你却安排这么一个年轻的司机在我身边监视我，现在又来跟我谈什么复杂的政治背景、突发事件。小张同志，我明确回答你，我没有办法把方茂敖继续留在北平，更没有办法拖住蒋经国的什么孔雀东南飞计划。请你转告刘云同志。怎么看的车？对不起，张部长，前面倒了棵树，我马上去看看。谢老，我们明天就把他调回来，您自己安排个司机。我不是小孩，
年轻也不是错误。我内兄方不听行长这儿，我瞒不住了，我也不想再瞒了，我必须向国民党摊牌，让他们立刻起诉孟敖，然后安排孟敖出国。如果北平地下党继续坚持意见，我请求上报中央。谢老，你的意思是，你现在只能按方不停的意见办，而不能执行北平地下党的决定，是吗？我现在是北平分行的乡里，去见曾可达，代表北平分行行长的意思。时间不多了，小张同志，请你下车。谢老，我今天传达的指示，关系到全中国的解放战争，我希望你能够认真的考虑。我慎重考虑过了，少了一个方孟敖，包括少了我谢培东，中国依然会解放。那我就不说了。开车。国父，谢将领，里边请。半小时以前就出发了，为什么这么久才到？雨太大，路上出了一点故障，耽误了。走吧。谢将领，请坐。徐铁印这喝茶还真讲究啊！庐山云雾，我们家乡的茶。曾局长喜欢喝茶？我不是什么局长，只是暂时署理几天。谢将领喜欢喝茶，我陪你喝。新生活运动，不要破坏了曾局长的纪律。新生活运动是一种精神，以茶待客也是中国人的一种精神。坐。谢将领，有好些年没有回江西老家了吧？是。是庐山高山云雾。去年谢乡里去了庐山，中华民国夏都，中央银行在那儿也有别墅。哦，可惜啊，今年是去不了了。不过，只要是币制改革推行了，和共产党在全国战场开展决战，我相信明年我们能在庐山见面。到国防部招待所，我请谢乡里；到中央银行的别墅，谢乡里请我，我们喝新茶。但愿吧。这是我的辞呈，曾局长先看看。什么辞呈啊？徐铁英党同局怀疑我是共产党，我必须先辞掉央行和北平分行的职务，以便配合你们调查。崔中实是已经死了，但谢培东还在，他是周恩来精心布的棋，一日不挖出来，
势必将成为平津地区币制改革，乃至在华北跟共军决战的心腹大患。我问几句，谢乡里方便就请回答。你来辞职请求调查，是自己的意思，还是方行长的意思？我自己的意思。方不听行长也同意。那我就冒昧的推测一下，如果调查深入，牵涉到崔中石把几十万美金转到香港长城公司的事儿，谢乡里能不能够说清楚啊？说不清楚。那牵涉到北平分行给民调会走的账，还有党通局那20%的股份，谢乡里能不能够说清楚啊？说不清楚。既然都说不清楚，那谢乡里为什么还要求我们调查呀？正因为说不清楚，才请求你们调查。谢乡里就这么信任我们？我想最后信任你们一次，在你们调查我的同时，也希望你们给我一个说法。什么说法？7天前，8月12日，就是你曾督察和我一起去追我女儿。可是今天徐铁英跟我说，我女儿没去解放区。曾督察能不能告诉我，我女儿是不是已经死了？我是不是共产党？请曾局长尽快调查，给我个结论。如果有证据指认我是共产党，那你们就冲我来，不要害了我的女儿，也不要让方梦敖牵扯进来，这是我的要求，也是方不听行长的意思。现在是宪政时期，我们准备诉诸法律。谢乡里，你们真的希望南京特种刑事法庭审判方梦敖吗？国防部和空军司令部都下令抓他了，难道他不应该审判？回去告诉方行长，还有所有该告诉的人，今天晚上我就向南京请示，明天给你们答复。进来！谢乡里，再会。把手放下吧。币制改革这3天，各店铺面一律关张，不许交易。各分局分管的地面要是出了事儿，我只问分局局长。市局各大队24小时上街巡逻，去吧。是。各班拿回。1班夺回，2班拿回。徐铁英调回了南京，你还留在北平。建峰同志的安排吗？建峰同志没有具体安排，如果有安排的话，会直接通知可达同志。我没接到任何指示。今天是币制改革的第1天，建峰同志在上海工作繁巨，可以理解。理解。
小玉啊，爸，你上来一下。好。坐。今天你方叔来了，他来也是求我。我从来没有为个人的事情找过你司徒雷登叔叔。今天为了你，也为了孟豪，我拉了一条直通南京美国大使馆的电话线，待会儿我就会给他打电话，请他出面帮帮忙，放了孟豪，然后你们一起出国。我出国，您怎么办？我再给北平争取点物资，然后我也出去找你们。何校长，何校长，哎，电话通了啊！哦，谢谢你啊，不客气。静伦，哎，你送一下。好的，谢谢啊。啊，不用客气，走了啊。好了，我现在就去给司徒雷登打电话。谢谢。组织上让你尽快撤离，是张英同志派我来的。老刘同志和严振明同志都已经牺牲了，国民党正在调查你，组织上希望你赶紧离开。让我转移，是北平学委的安排，是北平地下党的安排。以后我会和你单独联系，学会保护自己。杨教授，以后叫我小刘就行了。好，这个情况我会马上报告，请您注意安全。建峰同志，是我。正要向你汇报一个情况，刚才梁金伦从外文书店给我打了个电话，说共产党北平地下党突然通知他要他去香港。还有，何副校长现在正通过司徒雷登大使，希望司徒雷登大使出面向总统说情，让他的女儿和方茂去美国结婚。还有，今晚9点，谢北东去警察局见了曾可达，转达了方行长的意思，请求开除方茂的军籍。我以为种种迹象表明，共产党是要破坏我们空缺东南飞的计划。还有别的情况吗？还有，8月12日，我们全天监听了北平分行的电台，没有发现可疑信号，监视的人也没有发现谢培东和任何可疑人员有过接触。好，继续监视。是，我们会继续监视。应该是曾可达同志打过来的。明白。我先接他电话，听他怎么说，立刻向您报告。辅臣同志吗？我是曾可达。今天我一直联络不上建峰同志，建峰同志有没有和你联络过？可达同志啊，上海那边始终联系不上啊。要不这样，需不需要我通过毛局长帮助联系一下？这就不必了。预备干部局的事，就不要和保密局交叉了。
何处置，到现在我也没有得到剑锋同志的指示。这直接关系到孔雀东南飞计划还要不要实施。时间紧迫，我看是不是应该问一下陈芳主任，总统有没有直接训示？总统如果有直接训示的话，那当然好。如果剑锋同志问起的话，我当然帮你解释。对不起，我得挂电话了。剑锋同志好，是我。曾克达同志果然按耐不住了，他应该正在跟陈芳主任通电话。是。蒲晨明白。我今晚就在这里，随时等您指示。指公吗？我是曾可达。风尘未扫，实在不该在这个时候打扰您。柯达同志客气了，报告我回来就看到了，已经呈交总统。经国局长是什么意见？一切听候总统裁决。预备干部局有没有具体的处置意见？到现在我还没有接到经国局长的具体指示。职工，北平分行的谢培东今天来我这儿转达了方步庭的意见，他们希望按陆海空军条例处置方梦敖，要求开除他的军籍。报告经国局长了吗？打了好几个电话，一直都没有联系上。职工，可达认为谢培东的这个意见可能是方家的意见，更可能是共党的谋划，所以应该马上报告职工，让总统知道。职工，职工，我在听。想一想，如果我是经国局长，你会怎样建议？职工，我给经国局长的建议是，如何处置方梦敖，应该听空军司令部的建议，如有必要，也不妨听听夫人的意见。毕竟空军是夫人一手建立起来的。至于梁经纶，他的言论，职工你也听到。币制改革的论证已经完成，这个人对总统多有不满，不宜继续留在雁荡，更不能让他和美国方面再有任何直接的联系，以免他破坏美国对我们的援助。还有5分钟，我就会去见总统。预备干部局的意见我会直接报告。如果总统同意了你们的意见，方梦敖那个飞行大队怎么安置？报告职工，这一点我也有考虑。币制改革，北平需要运输大量的物资，华北战场更需要空运大量的军需物品。方梦敖飞行大队可以改编到中央航空公司，预备干部局协助代管。我要去了，建议你把刚才的想法同时报告经国局长。如果一时还联系不上，可以向行政院经济管制委员会发电报。是。谢谢职工指教。保姆官到。以后这里就你一个人值班，关上门再进来。是。孙秘书，你到外边值班室坐坐吧。
拟一份发给行政院经济管制委员会的电文，准备记录。是。行政院经济管制委员会回电。张立生是行政院副院长兼天津经济区督察。这份来电使曾可达有了底气，他决定不再等建峰同志回电。我立刻去飞行大队执行运输任务，同时把张副院长这份电文转发建峰同志。是。长官，他们怎么样？还好吧？还好是什么意思？从机场回来，他们不说话，也不吃饭。方大队长忽然被抓了，他们这种心情，我想可以理解。军人的词典里从来就没有“理解”这两个字。让他们集合，有紧急任务。是。长官，传达到了，他们还是不说话。长官，不要跟我进来。为什么不接受命令？意图离去直役，是不是？回答我。是。陈长武，到。背诵《陆海空军刑法》第93条第2款。在军中或戒严地域，无故不服旨意或不就旨意者，被判5年以下有期徒刑。你们准备接受南京特种刑事法庭的审判吗？报告曾督察。7月6号，我们已经在南京特种刑事法庭接受审判，被判解除军籍。陆海空军刑法任何一条都不再适应给我们判罪。拿回去好好看看，这上面盖着国防部预备干部局的大印，你们是现役军人，南京特种刑事法庭也不能判你们的罪吗？曾督察，我们不看了。交给特种刑事法庭的法官们看吧！你混账！方梦敖今天被抓，是因他个人触犯了陆海空军刑法。这个结果，你们必须接受，因为你们都是军人，军人服从命令乃是天职。币制改革已然开始，北平170多万民众的生计，前方50万将士的军需物品都需要飞行大队来保障。这个时候你们拒不接受命令，试问各位，
你们是要以这样的行为报答党国对你们多年的栽培吗？请问您接哪里？我是国防部调查组曾可达，有紧急公务，请接南京2号专线。对不起，您的电话无法接通南京2号专线。这里的专线撤销了，出来说话吧。可大兄，真的要把他们送上特种军事法庭吗？你的意见呢？徐铁英回到南京，就向中央党部报告，一口咬定方梦敖就是共产党。可是方梦敖和他飞行大队的那些人，他们的证件签发单位是国防部预备干部局，签署人是经国局长。中央党部怎么说？中央党部没怎么说，只是把原话报告给了总统。总统有态度了。我现在向你转达一下总统的原话。国防部预备干部局的事情，不要跟我讲，跟经国讲。我跟你走。组织决定怎么处置我，我服从。我不是组织，组织也没有说要处置你。可大兄，我向你转达一下剑锋同志的指示。孔雀东南飞的行动是旨在保障华北剿总的50万大军能有充足的后勤军需，出关呼应东北，南下呼应中原和山东。而这个行动呢，关键就是美国的援助，还有央行的支持。这也是我们重用方梦敖和梁金伦的真正目的。这么重的任务交给了你，可是，在币制改革的第1天，你却向总统府提出要审查梁金伦，处置方梦敖。剑锋同志想不通，他让我向你问一下你的真实想法。溥生同志应该比我更清楚，谢培东如果真是共产党怎么办？方梦敖如果真是共产党怎么办？这就是我的真实想法。如果谢培东真的是共产党，交给我来办；如果方梦敖真的是共产党，由剑锋同志负责。葛大兄，我想再重申一遍：用人要疑，疑人要用，关键是用好。我现在无法联系剑锋同志，我的想法，请溥生兄代为转告。灭山中贼易，灭心中贼难。我现在的首要任务，就是要灭掉心中的贼，认真检讨，彻底反省。很好，我一定转达。可是现在有件急务必须处理。行政院张副院长电令，今晚3点，飞行大队必须飞赴天津运送第1批物资。现在已经快2点了，
他们拒不执行任务，我该怎么办？葛大兄，这个任务还是交给方大队长亲自执行吧。剑锋同志给副总司令打了电话，请他帮忙。副总司令也向总统府递交了报告。甲级升空是执行他的命令，所以方大队长没有触犯任何的法律。明白了。一方面要对付共产党，一方面还要对付我们自己的中央党部。剑锋同志也正在想策略，他让我转告你，不要回警察局了，天亮之后直接去天津经济区北平办事处，专抓币制改革。是。轩辕，我有个安排，想听听你的看法。我想把他们姑爹调到中国银行，然后安排到纽约办事处。你看如何？不要为我操心了，先安排孟敖出国吧。如果你们都怀疑我是共产党，把我调到哪儿都会牵连你们。到现在你还这么说话，我们怕受牵连，怕受牵连还和你坐在这里啊！20年前你来到我们家，说我妹妹病死了。8月12号，你说木兰去了解放区。你知道你牵连的是谁吗？是你老婆，是你的女儿，你知不知道啊？事实不是你想象那样，你怎么这么跟姑父说话？你要我怎么说话啊？非要等到国民党到家里把他抓走？内兄，小嫂，我说几句吧。你就听姑父说吧。内兄，20年了，你从来没有怀疑过我是共产党。徐铁营动用了国民党党统局和保密局，也不能证明我是共产党。我如果真是共产党，我死的那一天，墓碑上也不会刻上“共产党”3个字。咱们俩年纪都大了，谁送谁还不知道。小嫂比咱们年纪都小，有件事要拜托小嫂了。父，你不要这么说。人总是要死的，真有那么一天，请你将我和我爱人合葬。还有，如果木兰真是被他们给害了，就把我们3个人的坟牵在一起。明天我就离开北平分行，回老家去。看看有没有人抓我。刘云同志，
秦木堂同志，他来接替刘初武同志的工作。你好，木堂同志。你好，岳印同志。坐下吧。张云印同志，中央已经有指示，不再跟谢培东同志联系，不再干涉谢培东同志的工作。今天，你为什么要跟他接头？国民党保密局北平站已经对谢培东同志进行了24小时的严密监视，你知道不知道？谢培东同志和方茂敖同志现在的处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危险，你知道不知道？我知道。你知道？知道为什么还要在谢培东同志去警察局的路上跟他见面？小李同志是组织上派去保护谢培东同志的，对不对？谁给你们的权利改变小李的工作性质？我给你们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谢培东同志直接向周副主席负责，中央信任他，是想干什么？徐铁英突然向谢培东同志采取行动，方茂敖同志突然擅自驾机起飞。根据组织的地下工作原则，面对这种突发事件，地方党组织有采取紧急措施的权利。好，那你说说，你们怎么采取的紧急措施？坐下说吧。刘云同志，我们还是尽快传达中央的指示吧。你同意这个建议吗？请刘云同志传达指示。坐下吧。我们都知道，国民党在北平有个秘密行动，叫做“孔雀东南飞”。孔雀就是傅作义，在华北的50多万大军。这支大军向东可以飞到东北，和卫立煌的部队夹击我东北野战军；向南可以飞到中原、山东，甚至徐州，和中央军会合，同我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作战。可惜呀，这只孔雀不是蒋介石家养的，它是从山西飞过来的。想让它向东飞、向南飞，你得好好的养着它。莫堂同志，你刚从西柏坡调过来，谈一谈你对中央指示精神的理解。中央的精神是希望国民党尽最大的可能保障傅作义的后勤军需补给。鸟为什么想飞？是因为它饿了，它要找吃的。如果你把鸟喂饱了，甚至是把它喂撑了，它就飞不动了。我现在传达中央领导的指示，一共有4条。第1条，同意方家的意见，让方茂敖同志出国。第2条，如果蒋经国不同意方茂敖同志出国，而是让他和梁经纶继续执行孔雀东南飞的计划，我们的原则是不干预、不阻止。第3条，从今天开始，停止谢培东同志在党内的一切活动，务必要保证安全。第4条，同意何孝玉和方茂敖同志结婚，以后党的指示都由何孝玉直接传达给方茂敖。范义农同志，在，你把今天发生的新的情况通报一下，简洁一点。好的。是这样的，今天晚上啊，何副校长同司徒雷登通了电话。司徒雷登出面呢找了蒋介石，蒋介石呢又找了傅作义。傅作义啊，他担起了担子，出面说了假话，说方大队长今天的飞行啊是他的指令，不是擅自飞行。天亮以后呢，就马上解除方茂敖同志的禁闭，并且让他
继续担任国民党驻北平特别飞行大队的飞行任务。国民党当局组织了一个以王云武为首的代表团赴美去争取援助，他们邀请何其仓先行游说，何其仓同意了，但是他要求梁经纶做他的助手，南京方面也同意了。国民党当局组织了一个以王云武为首的代表团赴美去争取援助，他们邀请何其仓先行游说，何其仓同意了，但是他要求梁经纶做他的助手，南京方面也同意了。飞鸟尽，良弓藏啊！这说明梁经纶已经对蒋经国失去作用了。我们分析，梁经纶到了美国之后，就不会再回来了。何孝玉同志一个人住在燕大，以后就由你单线负责联系，并且要保证他的安全。好，把中央的4条指示传达给他，让他传达给方孟敖同志，着重提出，国民党让他运输什么，他就运输什么，把这只孔雀喂得越饱越好。是。刘云同志，我想给谢培东同志道歉。好好保护谢老，就是最好的道歉。小玉，天一亮，你就去接孟敖，没有必要飞到车站去送我了，啊？说是最多2个月，快则1个月就回来了。国民政府那么多官员去要援助还不够，非要拉上您，您有这个义务吗？嗨，我帮助写了论证币制改革的报告，也算是推波助澜了。将来人们会怎么评价也难说，我也是烦。可是现在南京方面要拿这个事儿跟司徒雷登做交易，其实也是他们同意不追究孟敖的条件。反正我也早想去美国看看老同学、老朋友，就当作是旅游吧。就当作是旅游吧。唉。那您要是回不来怎么办？他们如果不让您回来怎么办？那我也得回来呀，学校在这儿。爸，您跟我说实话，让梁先生跟您一块去，只是为了要一个助手吗？我只是希望经纶今后能够多花点时间做做学问，避开一些是非。爸爸一生读书不少，其实也还是个很简单的人。我也不习惯把问题想得太复杂。经纶帮我做了不少的事，
能照应的话，我还是得照应一下。他其实也是个很可怜的人。小玉，其实爸爸最不放心的还是你。这孟敖今后会怎么样，也不知道。爸爸这几天心里烦得很，还老做梦，还真的担心会有什么变故，真的生怕一时就和你联系不上了。小雨，你说不会吧？啊，不会那样吧？爸爸可不能没有你。不会的，不会联系不上。都收拾完了。我都收拾好了。我再帮你检查一下，有没有落下什么。好。去美国不回来了。先生回来了，我当然回来了。我爸要是不回来呢？你知道，先生要人照顾。新中国呢？你不会忘记在外文书店跟我说的话吧？我在外文书店跟你说过很多话。描述新中国的那一段，我现在还能想起你当时背诵那段话的样子。那个时候的你和现在的你是一个人吗？我从来都是一个人，一个没有选择的人。人都有选择，我选择了不选择。这个时候，我不想听你谈哲学。
天一亮，我们就要走了。我想再听你把那段话念一遍，行吗？你要是真想听，我念。新的中国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呢？它是站在海边遥望海中，已经看见了桅杆尖头的一艘航船。它是立在高山之巅，远看东方，已见光芒四射、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。它是躁动在母腹中，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。好好陪我爸去，好好陪我爸回来。嗯。对了，我还没有祝福过你和孟敖呢。God bless you and yours, and surround you ever with His blessing. You too. hảo的，校长。别理他们。准备起飞。是。向右转。前后动。
我走了。一路平安。1948年9月12日，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及70万人发动了辽沈战役。9月16日至24日，锦州被围，拉开了3大战役的序幕。1948年9月23日至27日，为配合辽沈战役，解放军华北野战军发起绥察战役，包围归绥，切断了平城铁路线，牵制傅作义华北国民党军，不使援助东北。方孟敖特别飞行大队全天候从天津向北平空运物资，补给傅作义大军军需。崔婶，哎，方大队长，怎么回事？好久不见了。你们在这里？我们这不是好久都没买到粮食了吗？他们说那能买到粮食，我们就跟着过来了。能买到吗？崔婶，你碰到什么事情？为什么不去找我爸？为什么不找谢乡里？报纸都看到了，方行长和谢乡林的细软不是也都变成钞票了吗？现在除了金圆券，金子银子买东西那都是犯法的。他也很容易，谢谢。崔中实西山那个墓你去过了？他那个墓向上走50步，有一个无主的老坟，下边埋了有10几根金条。方大队长，你有事你忙，我要赶紧去排队了。你带着薄情平阳赶紧回去，这很乱。到时候我搞到粮食了，想办法给你们送过去。方叔叔，我们已经搬家了。什么时候搬的家？我还是先去排队，没准运气好能买到呢。我们先走啊，先走。发了金圆券，为什么还买不到粮食？哄抢了几天，北平的粮店都没粮食了。是没有粮食了，还是有粮食不卖？有的是真没有粮食了，有的是把粮食给囤积了。为什么不管？要囤积也是在天津。你管不了，我也管不了。张立生就在天津，难道他也不管？你的飞行大队今天飞行了3次，运来的27吨粮食，全是张督导员昨天在天津查抄的。你是不是想告诉我，就算我的大队天天往北平运粮，北平上百万的民众还是没有粮食？是。那这里储存的几万吨粮食呢？这里的都是军粮，运出去1斤都需要华北剿总的军令，这你知道。我刚才看到运粮的车队在外面把粮食卖给老百姓，是华北剿总下的命令？
我知道你想问我什么。第一，在街上卖的粮食，我是以天津经济区北平办事处的名义出售给市民，与你无关，我负全责。第二，即便是卖了这10车军粮，也丝毫解决不了接下来北平市民无粮可买的困局。我们是几月几号来的北平？7月6号。今天是10月8号。我们到北平3个月零2天，从5人小组到国防部调查组，查民调会，查北平分行，杀了几个1分钱都没有贪的共产党，还杀了不是共产党的无学生。5人小组解散了，徐铁英杀完人回了南京，彻查北平的贪腐就只抓了一个马汉山，10天前在南京给枪毙了。我们干了什么？就干成了一件事，推动了币制改革。什么币制改革？还不到2个月，在北平，在天津，在重庆，在广州，最不应该的是在上海，粮店通通关门，百货店、副食店的货架上空空荡荡，老百姓把留给自己买棺材的银元拿出来兑换了金圆券，已经买不到粮食，买不到煤，连1块肥皂都买不到。不许国人用黄金、白银、外汇，却有人公然用外汇套购美货，在上海囤积，再以黑市美钞价抛售，转眼获利数10倍、上100倍。开着6000吨的货轮往来于上海、武汉之间，公然抢购本该属于政府收购的粮食，大量囤积，如入无人之境。方大队长，我抓过你，审过你，我们又一起到北平共事。我干了什么，你都看见了，就是想追随金国局长，跟共产党争民心。今天，能不能挽回民心，就是今天。我把一切都赌上了，就赌金国局长在上海敢不敢抓那个人。哪个人？孔令侃。怎么赌？5天前，金国局长在上海封了孔令侃的扬子公司。可笑的是，偌大一个上海，居然没有一个部门敢动扬子公司一件货。为什么？就是因为他孔令侃还在上海开着他的高级轿车向党国示威。现在走出这道门，我就是私卖军粮的罪人。可我为什么还要这么干？我告诉你，总统今天到了北平，现就在华北剿总开会。我在这儿卖军粮，就是要向总统以死相见。要么派人来抓我，要么就同意金国局长在上海逮捕孔令侃。曾将军，需要我做什么？方大队长，刚才我已经说了，这件事与你无关，我负全责。但我希望
你能做个见证。无论将来你是什么身份，都请站出来说句公道话。干什么？侦缉处来我家抓人吗？不知道。不知道你带兵来干什么？警备司令部的命令，奉命戒严。我这个侦缉处副处长撤了吗？还没有接到命令。没有就好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，父亲？蒋介石来了，正在华北剿总开会，通知我们要去看金库。姑父也去吗？北平分行的账都是你姑父在经手，金库里有多少钱，你姑父比我都清楚。他们不是怀疑你姑父是共产党吗？就叫这个共产党亲自告诉蒋介石，不到2个月，北平分行给他们筹了多少黄金、白银、外汇。王克军来了，把这箱子给你姑爹。为了这些个烂账，他叫他儿子查了我几个月，折腾了我们几个月，今天就把这些烂账亲自交给他老子，该他们父子过坎了。车停在外面，大家请会就地。这是央行北平分行的方行长，谢将军。曾可达、方孟敖将30吨军粮卖给市民，蒋介石、傅作义、于鸿钧秘密查看北平分行金库，方不停、谢培东陪同。北平2号。喂，1号，追问报发中央。是。截至昨晚入库，黄金共198765两。好，很好。截至昨晚入库，银元共4803500块。很好。截至昨晚入库，白银共80万两。很好，很好。
急报中央。是。蒋介石接宋美龄电话，午后从北平急飞上海，据悉为处理蒋经国与孔令侃扬子公司案。傅作义感叹：蒋介石不爱江山爱美人。你怎么来了？警备司令部命令我来配合王站长，抓捕私自贩卖军粮的曾督察。啊，那你先在这等着吧。在这等我。是。在等上海的电话吧？不用再等了。上海那边有消息了。经调查，扬子公司属于合法经营，经国局长没有理由抓孔令侃。去哪里？是西山监狱，还是押解南京？2天没合眼了吧，曾督察？去我那里洗个澡，好好歇一歇。也就是走个程序，没什么大事。你卖了试车的军粮，还不及扬子公司一条船一次走私粮食的1%。在上海，没人能把孔令侃怎么样；在北平，也没有人要把你曾督察怎么样。你上后面的车。是。曾督察，上我的车吧。上车。是。长官。
官，感谢这几个月你们对国防部调查组的辛劳工作。今后，这里的几万吨军粮和军需物资就拜托你们了。谢谢。在70天的工作中，我深深感觉没有尽到自己所应尽到的责任，不但没有完成计划和任务，而在若干地方反加重了上海市民在工作过程中所感觉的痛苦。除了向政府自请处分移民责任外，并向上海市民表示最大的歉意。国民党币制改革宣告失败4天后，1948年11月6日夜，解放军华东野战军、中原野战军发起了解放战争规模最大的淮海战役。1948年11月15日、16日，为稳住傅作义华北军队，不使南撤，与徐州国民党中央军会合，中共中央命令放弃进攻太原归绥，部署包围北平。我爸呢？在竹林里。信呢？你同意我去吗？我同意。周副主席同意我去吗？同意。那你们有没有问过我，到底我同不同意去？你是在质问我，还是在质问周副主席？说吧，有什么话都说出来。1946年9月10号，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到现在已经是2年2个月08天了。这2年2个月08天的时间里面，你们没有交给我一个任务，我没有帮共产党干过一件事情。可是这中间发生太多事了。崔叔被他们杀了，我妹妹木兰也被他们杀了。我知道你一直在忍着，我也一直在忍着，但是现在忍到最后了，忍了这么长时间了，我难道就是为了让你们去让我当什么美国大使的武官吗？我在你们眼里是不是只是一个只会抽雪茄、爱喝红酒的人，什么都干不了？
经国利用我来跟共产党争民心，国民党的民心已经丧尽了。现在又利用我来跟周恩来争人心，比谁更道义，比谁更讲人情。你们跟他比这些，有什么意义吗？住口！蒋经国利用我来跟共产党争民心，国民党的民心已经丧尽了。现在又利用我来跟周恩来争人心，比谁更道义，比谁更讲人情。你们跟他比这些，有什么意义吗？住口！住口！方梦豪，你听着，你如果是这样认为中国共产党，是这样认识周副主席，你现在就可以退党。反正你从来没有为共产党干过一件事情，就当崔荣实同志没有发展过。想干什么你就干什么去。那就把崔荣实给我找回来！我要退党，我也是跟他一个人说。你有本事你把他找回来啊！钟石同志永远找不回来了，找不回来了。你想干什么？我决定不了。蒋经国亲自写了推荐信，我们没有理由阻拦。你自己不愿意去，你在空军也待不下去了。不知道这些你都考虑过没有？我没考虑那么多。我知道自己能在北平待下去，我能在国民党空军待下去。美国已经通过新的援华法案了，新的法案的实施者是美国人。第一批援助的军用物资就是送给华北战区的，明天就会到塘沽口。你怎么得到的消息？陈纳德负责这次飞行任务，他把原来的航空运输队解散了，成立新的航空运输队。他给我打过电话，让我负责华北战区的运输任务。你答应了？我说我在考虑。姑父，8月12号饭店之前的那个晚上，我问过你，我说如果大战开始了，周副主席和毛主席会不会同意我给傅作义的军队运输物资？你说他们肯定会同意的。现在东北已经战胜了，就算周副主席、毛主席他们已经有办法把傅作义的军队稳定在这里，也让我参加吧。不服，咱们都可以留下来了，这样也对崔叔是个交代。那你对你爸爸怎么交代？我得留下来陪陪他了。10年了，我得陪陪他了，我得陪陪这个家了。
你爸慢慢谈。我知道了。可达同志，请。保密局北平站，我是王卜臣，请给我接杭州警备司令部第1办公室。好。这是剑锋同志对方大队长最后的处理意见。剑锋同志言而有信，这还要看方大队长自己的意愿。这部电话是平时和剑锋同志联系用的。是啊，已经停了。是我，就在旁边。是。喂，是柯达同志吗？剑锋同志，我是曾可达，您还好吗？柯达，我们失败了。我现在也不知道我们应该做些什么。也许铁血救国委、我们国民党、我们国民政府都很快陷入历史。我们可能以后没有在一起共事的机会了。但是，我对你还有2个要求。剑锋同志，请指示。没有什么指示了。我对你的2个希望就是，你要守纪律，要多保重。你到南京复职，我们就不要再见面了。您也多保重。你们先过去。
跟你告个别。回南京。孔雀东南飞，五里一徘徊。去哪儿不重要，那还有什么重要？金国先生举荐你去做驻美大使馆的武官，是答应你父亲的。去不去？想问你几句话，这里也没有第三个人。你要是愿意，就回答我。请问吧。我抓过你，审过你，我们一起又共过事。你对我这个人怎么看？我的看法重要吗？对我很重要。你是一个专跟有钱人过不去的人。那你对金国先生怎么看？他只是个孝子。最后一个问题，你可以回答，也可以不回答我。可以回答。7月6号，在南京特种刑事法庭，我问你，你是不是共产党？当时你回答我，你就是共产党。今天我再这样问你，你还会这样回答我吗？只要你这样问，我还会这样答。你是不是共产党？我就是共产党。你猜我会不会再抓你一回？我猜不到。再见。保重。你的履历里记录，你原来教过半年小学。是，那还是高中刚毕业的时候。预备干部局解散了，你还是回去教书吧。跟了我这么久，留下做个纪念。长官，我们不是还要回南京吗？对，回南京，
要把所有文件送交国防部。1948年12月13日，东北野战军占领了北平城外的宛平、丰台。12月14日，进至北平香山，直逼南苑机场。傅作义北平守军南撤之路被彻底阻断。1948年12月15日，蒋介石派徐永昌飞赴北平，与傅作义紧急密商。哎呀，这儿也能听到炮声了。行长在2楼等你。北平战事危急，徐永昌部长正在跟副总司令紧急商谈。这个时候，南京可以派任何人来，为什么派了我？您和谢乡里可以不相信我，但请相信南京政府的诚意。苟全性命于乱世，上来吧。你也上来吧，听听南京政府的诚意。中央银行台北分行经理于鸿钧总裁的任命书，写的倒像是陈情表啊！你也看看吧。我就不看了。你是不看了，还是不愿再当什么分行的乡里了？你说呢？我也不会再去当台北分行的经理，只是有个问题好奇，想请教一下徐主任。方行长，请讲。我们之间的纠葛就不说了，战事危急，兵临城下，中央银行要撤离北平分行，也不应该让党通局联络处的主任来办这个事儿吧？这个应该回答方行长。正因为北平战事危急，
南京专门成立了北平重要人物和重要机关撤离委员会。我在党通局负责的就是全国的联络工作，就在北平工作过一段时间，熟悉情况，因此安排任委员。主要任务呢，就是帮助北平分行撤离。怎么撤离啊？是就我们这几个人，还是连这座房子都搬走啊？安排方行长任台北分行经理，北平分行的家底就是台北分行的基础。我们几个人呐，可办不起什么台北分行，当然也包括北平分行储备的国帑了。这就是了。天天打仗，南京政府还没有忘记北平分行这点钱，钱都在金库里面。徐主任打算怎么把它运走啊？北平分行的整体撤离，该由方行长主理，人和账目还有金库里的国帑，争取一次飞运台北。我只是负责协助。我刚才说过了，我不会再当什么台北分行的经理。请徐主任再回一趟南京，让中央银行新派一个北平分行行长来，交接完了以后，他愿意怎么撤离就怎么撤离。这个我可办不到。徐部长正在跟副总司令协商这个北平的战事还有撤离计划。北平分行的撤离是主要内容，必须立刻执行。顺便转告方行长，方大队长的飞行大队也要撤离。如果顺利的话，北平分行的撤离和方大队长的撤离可以合并在一起，当然包括孟伟。方行长一家人一起去台北，这就是南京政府的诚意。大哥，去那边说吧。徐铁英来了，知道。他们让爹去当台北分行的经理，知道。那你怎么想？你想去吗？我不去。那就不去。可是徐永昌带来了蒋介石的手令，现在家里、银行、金库全派了兵，徐铁英和王普臣就盯在那儿。那就让他们把北平银行搬台北去。你是不是有什么安排了？我能有什么安排？把飞机开到解放区去。你是共产党，你来策反我了。大哥，我们两个谁是共产党？你心里明白，我心里也明白。你明白什么？没有任何人告诉我，但我心里明白，崔叔是共产党，姑父是共产党，你也是共产党。只是我不明白，他们为什么还让你开飞机，为什么还让姑父留在北平分行？大哥，共产党有办法，姑父和你也有办法，只要你们同意，徐铁英、王普臣，还有那个孙朝忠就交给我，这几个人，不能让他们活着离开北平。莫伟，这个家都听爸的，爸听姑父的，你愿不愿意听我的？我听大哥的。好，刚才讲的话，不要再跟第二个人讲。你下面该做什么，我会去找你。是。报告方大队长，华北交通电话，南京方面的长官车队马上就到了，立刻要起飞，请方大队长回营房。知道是哪位长官吗？一级警卫，估计是徐永昌部长。知道了。是。
孟伟，现在回去，不要回家，也不要回警察局，去警备司令部当班。有点心眼儿。好，快去吧。停车！你要干嘛？检查。查。走吧。中央银行台北分行经理夫人回来了。我可不是什么中央银行台北分行的夫人，要找夫人，上台北找去。小玉，我们上楼。方叔叔，谢叔叔。咱俩继续把话谈完吧。好。假如我说的是假如，你是共产党，而且是能给周恩来出主意的共产党。你知道了，国民党要我把北平分行金库的钱全部带走，包括那些烂账，你会给贵党周副主席提什么样的建议啊？我不会提任何建议。那你是想黄河楼上看帆船？真是共产党，我谢培东黄河楼上看帆船，周恩来也不会黄河楼上看帆船。因为帆的船是共产党的船，战局现在已经十分明了，共产党迟早要进入北平。第一件事就是要面对北平200万民众的饥寒，当家防止柴米贵。周恩来不许听任何人的建议，也知道北平分行金库这些钱对他有何等重要。那你说，我怎么样才能不把这些钱运走啊？内兄，我追求自己的信仰，愿为我追求的信仰去奋斗。我瞒了你20年，你怪不怪我？你也帮了我20年。尤其是帮了孟敖。小李，来，过来，过来。好了。行长，
他也是啊。你说在我们这个家里，还有谁是啊？没有了。啊，你们说吧。小李，什么也不要瞒着行长。刚才你去接何小姐的时候，接她的人跟你是怎么说的？什么都能说吗？什么都能说。是。张部长有来过一个电话，让谢老证实一下他的身份。向谁证实身份？没有告诉我，让你等电话。嗯，你去吧。行长，我去了。坐吧。剿总军令：防毛特别空运队接此命令，即飞赴塘沽港装运物资。16、17日满架次为新保安35军、怀来国军第104军空投军需。完成空投后，18日返回北平，另有任务。此令。具体任务由剿总作战处详细介绍。你们见过吗？没有。自己介绍一下吧。我是谢培东，谢乡里的朋友。你们谈。谢乡里现在正在等我们的电话。方大队长，您拨还是我拨？你来拨。好。给我接北平分行方行长办公室。北平分行，请问哪位？是谢乡里吗？我是剿总作战处张参谋。上次见面聊的话题，您还记得吧？就是朱熹那个话题。哦，月映万川。是吧？谢乡里好记性啊。是这样的，我现在和王克军秘书长正在南苑机场。请说。方大队长也在这里。剿总有个任务，方大队长最近几天要离开北平，不知道方行长在不在？方行长在楼下，要他接电话吗？不用叫我爸了，我直接说。啊，不用了。方大队长要跟您说话。伯父，我们这几天有飞行任务，可能几天回不了家。转告下
放心吧，那你就去执行焦总的任务吧。说好了，那我们谈。跟谁说好了？是他还是副总司令？有纪律，这个问题我不能回答，请你理解。北平有25万守军，其中1半以上是中央军第4兵团和第9兵团，他们名义上归傅作义指挥，可实际上，他们只听蒋介石的命令。我这么解释，你能不能理解？我理解，能理解就好。徐铁英这次来北平，一是以撤离北平分行的名义把钱运走，再有就是策动第4兵团和第9兵团负隅顽抗。今天让你执行的飞行任务，就是为了扰乱南京的计划。后天，我军将完成对北平的包围，同时会占领南苑机场。你们的飞机返航后，就不能在这里降落了。飞到哪里去？这就是我今天见你的主要原因。方茂同志，这是组织上第一次给你下达命令。请记住，18号，你们的飞机务必返回北平，在城内东单临时机场降落。东北已经解放了，为什么还要飞回北平？答案在上级，我只负责传达。哪个上级？中央。1948年12月17日，东北野战军城隍兵团进占门头沟、石景山、万寿寺，逼近北平西直门、德胜门，从北面、西面包围了北平。萧劲光兵团进占廊坊、武清，并夺取了南苑机场，从东面、南面包围北平。傅作义25万大军退守北平，誓言据城死守。特飞大队呼叫，特飞大队呼叫，收到回答，收到回答。收到，收到，报告你们的方位，报告你们的方位。我们已在北平上空，请求降落。特飞大队，特飞大队，同意你们降落，请注意降落方位。收到，请指示降落地点。特飞大队请注意，特飞大队请注意，降落点为东单临时机场，跑道长为600米，宽为50米，由南向北参照物为东南3层楼群，请你们自己掌握降落高度和坡度，注意共军炮火。收到。1号呼叫2号、3号，收到回答。我是2号，我是2号，请讲。3号收到。1号请指示，降落点长度600米，宽50米，降落难度大。我率先降落，请注意观察我降落的高度和坡度，注意保持间距。2号明白。3号明白。小金，是。
领军令，北平所有军政人员一律不准撤离，违者处严刑。方大队长，你的飞机我们接管了，予待命。回西走，休息。是。同志们，我回趟家，你带大伙儿去澡堂子，有什么事去家里找我。是。合适吗？合适。这是你成衣啊，熬了好几个晚上给你赶出来的。坐吧。现在连拉洋车卖香烟的都知道，国民党要败了，共产党要得天下了。可有几个人真的知道？国民党为什么会败？共产党为什么会胜？我给他们干了20多年的银行，我知道。中国几千年贫富不均的病根不除，西方的那套金融经济只能是火上浇油。我也不会再为国民党去台北搞什么银行，我学的那一套，共产党也用不上。我还能干什么？好在无锡老家那几10亩的田，去年叫族人给卖了，攒的那些个钱也都买成了金圆券。在乡下，在城里，我都不算是剥削阶级了。我都想好了。北平战役打完，我就和你成一回无锡老家，教个中学、小学，总还可以。现在最放心不下的，就剩下我那个小儿子了。孟伟从小听话，给他安排过3青团，和国民党中央党部都干过。现在想为共产党做事，也已经晚了。裴东，把你们的安排说说。上级已经同意了，这几天就让孟伟和你崔婶2个孩子一起去香港。为什么一定要去香港？我在中央银行干了20年，瞒了你爸20年，也瞒了国民党20年。之所以能瞒这么久，是因为我们准备瞒一辈子。历史是人写的，可有很多人写不进历史。就像你崔叔和我，北平解放了，全中国都解放了，我们的身份可能还不能暴露，要一直瞒下去。你崔叔的身份不能暴露，你崔婶和2个孩子，不管是在北平或是在上海的生活，都无法安排。去了香港呢，帮助他们开一个小店面，一家人的生活，2个孩子的上学，就都解决了。你爸帮了我20年，等于帮助共产党20年。你爸提出一个要求，让孟伟去香港上大学，于公于私，我都无法拒绝。我请示了上级，完全同意，让孟伟和你崔婶2个孩子一起去香港。孟伟他自己愿意吗？还没跟他说，想让你跟他说。
我怎么说？孟伟是个重感情的人，对崔叔的感情也很深。就说让他护送崔婶一家去香港，他会愿意的。如果这样的话，崔叔的事情也不应该瞒崔婶了。在他们走之前，应该带他去看看崔叔。去吧。西山已经住进了解放军，咱们自己的人会安排。关键是出城，要让王克军秘书长开个特别通行证，同时你一定要注意徐铁英和王普臣。我明白。上去吧，我在这儿等，路上小心啊。谢谢。慢点走。就这儿了。崔婶，现在还不能让孩子知道。不需要带。奶奶，这是谁？把楼里进去。请把姑姑叫来。父亲，你快跪下。你在这照顾去。梦游，跟我来。
知道下面埋的什么吗？埋的什么？马鞍山。不会是马鞍山。马鞍山的碑前啊，埋了东西。把东西取出来，足够崔婶一家在香港生活了。看看，知道马鞍山为什么把这些给崔婶吗？因为你放过他一马。也不全是。孟伟，我问你，如果咱们不是出生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，当年要是在上海滩混的话，我会不会变成马鞍山那样的人？不会。为什么？你要变，也应该变成王亚乔那样的人。还是我弟弟了解我。哥，你说我们这些人都在干些什么？我们干的这些事都是什么事？有些事情现在想不明白，以后能想明白；有些事情现在想不明白，以后也想不明白。这个人对国民党算是忠心耿耿，临走却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。他专门去机场跟我道了个别，没想到会这样。如果知道当时是盖棺定论的话，我应该对他的评价更高一点。评价再高又有什么用呢？到了香港，买一本基科德先生传看看吧，有些答案在里面。Good afternoon. Afternoon, madam. This way. Mr. Liang said you will come. Thank you. See you later. See you.
看过这本书吗？《基科德先生传》。没有。里面的第3章已经被标注出来了。我的丰功伟绩，值得浇筑于青铜器上，铭刻于大理石上，镌于木板上，永世长存。等我的这些事迹在世上流传之时，幸福之年代和幸福之世纪一起到来。这段话是梁先生标注的。这段话与你有关吗？你不觉得我们都是堂吉诃德吗？跟风车作战。知道我为什么喜欢你吗？你喜欢过我吗？我喜欢风车。知道我刚才为什么给你看那段话吗？不知道。想不想知道？不想知道。想知道，告诉我。小雨，北平要解放了，中国也很快就要解放了。我做过的事情和我这个人，很快就会被人遗忘了。你怎么办？新中国不会遗忘任何人，更不会遗忘你。想不想知道新中国是什么样子？想。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，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。它是立于高山之巅，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、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。它是躁动于幕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。真好。我们一起站在航船上，一起看日出。这是毛主席在井冈山上一篇文章里提到的一句话。历史是由人写的，但很多人不会被写到历史里去。
如果我不能和你一起看到新中国到来的话，你还会等我吗？出什么事了？组织上怎么说的？你不许吓我。崔婶一家会被送去香港，你没有想过原因吗？这意思就是，解放以后，崔叔的身份还是不能被暴露，姑父的身份还要一直隐瞒下去，很多人的身份还要继续隐瞒，原因只有一个：北平分行会被送到台北去，北平分行里所有的钱和一部分人都要被飞机运走。这是组织的安排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北平会和平解放。和平解放，他们也不应该走啊。和平解放是需要条件的。其实傅作义早就和我们秘密和谈，他估计的是蒋介石的第4兵团和第9兵团。北平所有的物资、黄金、飞机，包括飞行大队，都是在和谈的一张牌。你愿意吗？北平能够和平解放，本身就是一件丰功伟绩，值得浇筑于青铜器上，铭刻于大理石上，卷于木板上，永世长存。真要是这样，我跟你一起走。如果你想等我回来的话，就在北平等我。1949年1月10日，淮海战役胜利结束。1月14日，解放军攻克天津。1月21日，共产党和谈代表进入北平。傅作义连夜召开华北战区高级将领会议，通告北平和平解放实施办法，重点解决中央军第4兵团、第9兵团接受改编事宜，通知中央军师以上将领飞离北平。会议在紧张中相持。
这位是解放军的刘部长，方某，国军王牌飞行员，特运大队大队长，方行长的儿子。我知道，抗战英雄。这位是谢乡里，长官好。谢乡里，解放军里没有长官。谢乡里，带我们去见方行长吧。行长不愿意走，我去了没用。长官们请。解放军的刘部长，党通局徐铁英主任。幸会，幸会。倡导和平，全国同声响应。击米战消兵，解人民倒悬1万亿。愿同心一德，一致协力，促成永久之和平。蒋总统的下野文告，徐主任这么快就会背了？惭愧。我们一块上去见方行长吧。该说的我都说过了，你们畅谈，我在此恭候。不可言而喻之言，可谓实言；可喻言而不喻之言，可谓实人。请问解放军这位首长具体的职位？我在华北成工部和敌工部负责。石敬，有几个问题想请教。请讲。我是中央银行北平分行的经理，我也是个自由的人。现在看来，我想自由竟不可能。国民党逼我去台北，我本可以留在北平。傅作义不让我留在北平，那我可以去别的地方啊。现在共产党又劝我去台北。中国再大，就没有我的容身之地了。大道理，王秘书长已经跟我说过了。明天你们就要宣布北平和平解放实施办法。北平能够不死伤一人，不损伤一砖一瓦，谁想阻拦，谁就是罪人。可是我想不明白。我不愿意去台北，怎么也成了罪人？没有谁认为方行长是罪人。是不是罪人，我自己知道。8月19号，金融崩溃，北平分行金库里没有任何储备黄金白银。8月20日，推行币制改革，强令北平民众将手中的黄金白银兑换成金圆券。北平分行金库的黄金白银，都是我北平分行从民众的手里掠夺来的。现在又让我把这些钱带去台北，是不是罪人？我调一句书带，不知道方行长愿不愿意听？愿听高见。昔者下滚，做3仞之城，
诸侯备之，海外有侥幸。欲知天下之叛也，乃坏城平池，散财物，焚兵甲，失之以德，四海宾服。孰云其罪？出自《淮南子·袁道训》，是不是？方行长好学问呐！如果可以的话，你能不能把这段古训变成自己的话，直接说出来？那我就传达原话，让国民党把钱运走，把民心给我们留下。谁说的？我党毛泽东主席。根据关于和平解放北平问题的协议，中共中央同意国民党驻北平军政人员去留自由，中央军第4兵团、第9兵团师以上将官可以飞离北平，绝不阻碍。这个家就剩下你一个人了，好好看着吧。说不准哪天我们还会回来。小云，把你想好的话跟姑爹说吧。年轻点也行。谁还能看上我呀？已经都跟你说好了，银行的魏玉英，人家愿意。人不错，看缘分吧。跟孟老爷说几句吧。走了。小玉，过来。让我抱抱。你爸来电报了，他希望你和孟敖走。孟敖，你过来。好好待他，不许耍混，听见没有？
王队长，方大队长，请稍等一会儿，徐局长的车马上就到。